今天起个大早，我们特别喜欢逛各地早市。现在来到了边境城市，咱看看边境的早市是个什么样。这就是特别有名气的、火爆全网的黑河早市。昨天出租车司机跟我们说，这里有2个早市，一个是大早市，一个是小早市。我们去大早市，走，出发。一进市场就是东北特产，然后就是卖蔬菜的各种。这个5块全油豆，这是最好的豆角，买的是吧？这个油豆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之前我们第一次买的在哪儿？在漠河。对。然后我就觉得哇，真好吃，就最近就买了好几回，在这边。就是这些啊，就这。多吗？那个4块9毛8。早市人也挺多的，非常热闹，卖啥的都有。刚才一进早市就看到了一个卖当地东北特色的松子儿啊、榛子啊，都是今年新下来的。然后刚才买了点油豆角，这油豆角特别好吃。还买了这个窝瓜，对，特别甜。之前不是说在黑河的早市特别多的俄罗斯人吗？那今天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李子咋卖的？这个4块，那个2块5，大钢条，随便掰，随便尝的。这李子真甜。哎，贱卖哦，2块5，2块5。物美价廉。多少钱？3块钱，拔干净的了。来2个。3块3。这市场上卖东西还特别多，非常丰富，啥都有，当地特产呀，还有外面用过来的菜呀。这卷花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手工的，你看做的挺好，而且好吃，像花。味道不错，多少钱一个？拿的8块，卖10块的，来一个的。来一个吧。现在平时吃饭吃豆角吃玉米老鲜亮了。生的。对，生的就这么吃啊。多少钱呀？这个5块钱一斤。这里头油还挺饱满的，可能我们还吃不太惯。鲜红头是吗？对，鲜红头。第一次遇到鲜的这个猴头，这也是好多蘑菇，你看蘑菇真多。我们看一些视频说黑河早市是这国际早市，好多俄罗斯人和外国人，现在看起来不多。说就碰上了哈，还是能遇得见。他们在这儿完全没有语言障碍的购物，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往前走不远就吃早餐的地儿了，咱们去吃个早餐。这是什么呀？灵芝哦。就是给它种植的时候，这样它是按这个模式长。那个模子。早市里东西真太丰富了，而且除了当地特产的这些东西以外，好多外来的这个商品，天南地北的啥都有啊。这个早市还挺大的。叫大早市吗？大早市，对。我们还收着买，因为我们要出发了。但是还是买了不少，有一些商货我们准备到那个伊春去买，看到啥都觉得挺好。我这边好多早餐了，锅子、油饼、包子、烧麦。VIP了5块包子，30便宜5块了，5块了。这就是那个鸡蛋汉堡，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早餐，再尝一个吗？来一个火腿虾仁的呗。可以买好多样了，咱都尝一尝。苞米面啊，来2根尝一尝吧，行吗？来2个豆浆，1个豆腐。行。那这个和红枣的，我来个。一样1个，一共10块钱。找着个地方，我们坐这儿吃早餐。再逛个早市，气氛一烘上，就得买好多东西。在东北你买东西啊，你能感受到每个人的热情，就是你买不买，他都会让你尝，然后你不买呢，他完全没有怨言，真的是很有感触。说实话，希望朋友们多多来东北旅行，来东北旅行就像回家一样。这个豆腐脑和我们平时吃的豆腐脑就有一个重大不同，它这里放韭菜花，好吃。别说这韭菜花放的还真的提味儿，以前我们从来没放过韭菜花。它这个鸡蛋里呢放了一些肉馅儿，还有虾，因为这要的是虾仁的那个汉堡。外边就是这种煎的有一点酥皮的感觉，里面很嫩，刷了一层酱，混合在一起，味道还不错，很协调。一路向北，哪凉快去哪的旅行，我们来到了黑河市，这里是祖国东北边陲，隔着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小城，城市整齐干净。我们现在驻车的这个房车露营地啊，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里能容纳100辆以上的房车。这2天其实房车蛮多的，每天下午到晚上就集聚更多的车，然后白天就好多车都已经出去了，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营地就在黑河口岸的旁边，大黑岛上，距离俄罗斯非常近。我们往前走一走，我们现在从营地出来没几分钟，马上就到了黑龙江江边了。大家看我们距离俄罗斯有多近？对岸的楼就是俄罗斯的建筑，这太近了。我们现在站在黑龙江边，看着对岸呢，近在咫尺。但是我这个小相机看起来拍不清楚，让大鱼的大相机来拍一下吧。我们沿着黑龙江往前走不远呢，就是大黑河岛，距离俄罗斯也是特别近，好多人在这休闲，在这散步。江的这岸就是我们的祖国，江的那岸呢，就是另外一个国家。距离对岸750米，岸边的景象一览无余，而且特别真切。楼房建筑、活动的人、骑自行车的孩子们，非常的立体鲜活。这就是对岸。在这儿坐着，望着江水，看着对面的俄罗斯，还挺惬意的。你看，小哥，你看，近在咫尺。小哥，你看那骑自行车，你看，对，那太清楚了，这个人。对，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江，它是黑龙江，但它又不是普通江，它是一个界江。今天有点阴天，拍摄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光线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没有那么热，走起来蛮舒服的。像我们现在在黑河，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沿街非常多的建筑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很漂亮。在黑河沿着江边的马路漫步，然后就来到了这里。这里是母亲广场，雕像非常漂亮。1、2、3。我们来吃俄式西餐。其实我们每到一个口岸城市，都会去寻找当地有特色的、有异国风情的餐厅。我们到了黑河，那自然要吃俄餐，对不对？其实俄餐我们还蛮熟悉的，不管是在哈尔滨，还是在满洲里，还是在海拉尔，对，我们都多次吃这个俄式西餐，都还觉得挺可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俄式餐厅呢，特别有这个异域风情，感觉上的那种氛围就有。我们要了3种汤，一个是红菜头汤，还有一个是这个南瓜汤，再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喝的这个尝尝它的这个蘑菇汤怎么样？哎，这个蘑菇汤好喝，哇，浓郁的这个蘑菇味道，这个蘑菇和奶油啊就混合在一起，那个味道特别香。我每次吃那个俄式西餐的时候，都会想起来我们一家三口在17年去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的那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是吧？尝一个薯片沙拉。我觉得儿子选的不错。朋友们，你们吃臭臭的奶酪吗？其实真好吃，配上这个蘑菇汤，地道。又吃大串了，这回我们要的是五花肉大串和牛舌大串。牛舌大串。五花肉大串的五花肉超级香，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牛舌这个也还行，我更喜欢吃五花肉大串。那不错，每次吃俄式西餐的时候，几乎都会点这个盘肠。如果要是稍微有点腻的话呢，就可以吃点这个酸黄瓜。再尝一尝它的这个罐虾，
还不错。是吧？我们以前在吃俄餐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点罐羊肉、罐牛肉，但是我今天特意尝试了，看他家有罐虾，咱尝试一下，哎，真不错，味道不错，味道不错，开心开心。其实对于我这个走南闯北的吃货，每遇到好吃的东西，我就心情大好。第2季的这个哪凉去哪旅行呢，我就充满期待，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到漠河，没有到最北，那这次呢实现了这个愿望，然后呢也实现了小妹儿印的边境线去旅行的这个愿望，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走边境线，然后慢慢的给它连起来。我一直说东北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夏秋之际旅行的一个非常美的目的地，当然冬季也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时间，赶在夏秋之际来东北来一趟旅行吧。国道331在这条线上，各处美景都会不同的呈现，非常漂亮，而且有各地美食都非常好吃。就在东北旅行，几乎你遇不到什么困难，你有任何问题，你只要去问，就有人来去帮助你，几乎都是这样的。欢迎朋友们来东北。